皇上一口气生了168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女儿。雷霆之怒下，将宁妃打入冷宫。3年后，冷宫荷花池边一个可爱无比的小奶娃正在抓鱼，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皇上撞见。朕的御花园里，何时连阿猫阿狗都能乱窜了？许人敢来这偷抓朕的鱼？皇上恕罪，这孩子体格幼小，是奴才看管失职。你是哪位勾勾呀？勾勾，我这可不是偷抓哦，我这是明目张胆的抓。你是哪来的野丫头？生你的娘亲叫什么？我就是我娘亲生的呀，难不成是鱼生的吗？把这个小奶娃扔水池里，一会你来找我领处罚。是，皇上。你是哪个宫里的小奶娃？在池塘里擅自捞鱼也就罢了，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算了，分你们一条鱼就是了。鱼我就收下了，以后捞鱼的话，记得叫上大人陪你一起，不然你会被淹死的。这个帅帅公子笑起来还是很迷人的嘛。小奶娃，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到这里抓鱼？我不告诉你，勾勾，这条鱼是给娘亲补身子的，不能再给你了，下次陆宝再抓给你好不好？皇上，时辰不早了，您一会儿还要和几位大臣议政，晚点还要去向太上皇和太后娘娘请安。快跑，不然真的就逃不掉了。这个小奶娃跑得倒是还挺快。陆宝趁皇上不注意迅速溜走了，担心他打着另一条鱼的主意。此时的陆宝在花园里逐渐迷失了方向，这下完了，又迷路了。三王爷，您就放奴婢一条生路吧，我真的不是故意打扰您射箭的，是香草姐姐的声音。你借锅坏银，不许欺负我的香草姐姐。哟呵，哪里冒出来的小胖墩？你可知道我是谁？三王爷，有什么事情您冲我来，不要伤害小鹿公主。什么？你管这个小胖墩叫小鹿公主？皇上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公主？你这个讨厌的臭猪猪，不许再叫我小胖墩。哟呵，小胖墩，既然有人喊你公主，那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宫里的公主？没听过陛下有女儿，如果不是公主的话，本王就把这个小胖墩套个麻袋装走。毕竟这么可爱的女娃，宫里可不多见。我是冷宫的小公主。冷宫里关的是宁妃，原来你是宁妃的女儿。如果忽略掉你的肥肉的话，还真跟你娘挺像的。我告诉你，你不许再说我肥了，我就是肥着玩玩，不像你瞅的那么认真。本王可是燕赤王朝4大美男之一，小胖墩，你知不知道敢这样跟我没大没小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旁的香草看着情况，心一直悬着放不下。就在这时，陆宝一只肉嘟嘟的小手食指插进了他的鼻孔，疼得他跪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陆宝一把趁机拉住香草，溜了个无影无踪。太好了，终于可以给额娘烤鱼刺了。陆宝乖，以后不许去池塘里抓鱼了，额娘会担心的，知道吗？尽管宁妃蹲下来与他平视，说话也很温柔，但陆宝还是像犯了错误一样低下小脑袋。短短的指尖互相对着一点一点。额娘生病，陆宝想给额娘吃鱼。娘娘，小公主一直都惦记着给您抓鱼补身体，刚才回来的路上还遇见了逍遥王，要不是小公主挺身而出，可能我和芳芳今天就全遭逍遥王的黑手了。听到逍遥王，宁妃的软身子狠狠地颤了一下，她立马一处不拉的把陆宝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陆宝，告诉额娘，逍遥王有没有对你怎么样？他有没有欺负你？额娘，陆宝没事，陆宝今天可厉害了，骂了那个讨厌的坏叔叔，还捅了他的鼻库。陆宝乖，以后离那些人远一点，也不要总是出去了，外面危险的。我知道了，额娘。此时另一边，皇上正和逍遥王拜见太后娘娘。要是再抱不上孙女的话，哀家恐怕也就没多少日子好活了。从今日起，你就一天翻2次绿头，若是宫里的嫔妃不入你的眼，哀家这就张罗给你选秀。太后，您就算想抱孙女想抱得紧，您老人家也得想想我皇兄的身体能不能经得住啊，别到最后没生出小公主，自己却倒下了。太后若真想抱孙女，我看三弟的年纪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不如太后催三弟，没准儿三弟争气，第一个就给太后生个小孙女呢。太后，孩儿还有要事在身，就先走了。皇兄居然给我挖坑，那我就用他的女儿去讨太后的欢喜，谁让他不记得自己有个女儿，天天还要给冷宫跑腿，真是累死老子了，让你们吃死你们吧。你这个家伙胆子不小啊。看见逍遥王别生气，奴才送的是冷宫的饭，本王管的就是冷宫的事，去你的吧。娘亲，鱼吃完了，我的肚肚还在打雷雷。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小胖墩还饿着肚子呢。小胖墩，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是你这个坏猪猪？不知道逍遥王今日来此所为何事？萧三用欣赏的眼光看落落大方的宁妃，这个女人被关在冷宫里2年已久，历史上所有曾被关在冷宫里的妃子，
怕是都及不上他半分温婉端庄。本王上午前来乌市，在后山练习弓箭，遇见了一个有趣的小胖娃娃，所以便寻来此的。希望宁妃娘娘莫要怪罪。如若逍遥王没有识错的话，陆宝是本宫所生，不久前刚过了2岁生辰，冒犯了道瑶王之处，本宫代为向逍遥王赔个不是。无妨无妨，2年前皇兄下令将娘娘与小公主打入冷宫，想必娘娘这2年来一定受到了不少非人的待遇。可不是吗？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就连1日3餐都没法保证，送来的不是硬邦邦的馒头，就是冷掉的饭菜。要不是小公主孝顺，时不时的给娘娘抓鱼来吃，不然以娘娘的身体早就倒下了。宁妃看向香草，难得脸上展露出微怒的表情，转向萧三说道：逍遥王，本宫已被陛下打入冷宫，世态人情冷暖自知，如果没什么别的事，逍遥王就请离开吧。以王爷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不免会落人话柄。娘娘可见本王在宫中怕过谁？本王此次来是给小胖墩送御膳食的。萧三话音刚落，只见2位公公就抬着一桌子膳食走过来。三王爷，你吩咐的满汉全席全部送到。小胖墩怎么样？这些全是本王给你准备的。没想到你这个坏猪猪人这么好呢，谢谢坏猪猪勾勾。上午我也有错，跟你说声对不起，我要开始吃啦。说完，陆宝一个机灵跳到桌前，开始狂吃起来，小嘴巴一鼓一鼓的，可爱极了，真的好吃极了。从现在开始，冷宫的膳食都会按照这个标准来。哇，臭猪猪，你说的是真的吗？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太好吃了，娘亲、香草姐姐，你们也快坐下来吃。宁妃娘娘，本王看小公主真是好生可爱，不知道能否允许本王带走生活2日？王爷有所不知，陆宝习惯了每天跟本宫一起睡，要是换了新环境会不习惯的。陆宝，你愿意到皇叔那里去吗？皇叔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你说的是真的吗？不准骗我哦！快拉钩上吊。好，拉钩上吊。娘亲，我去就回来哦。此时另一边，皇上正在御花园里为贪污一事大发雷霆。你们几个查了这么久，就一点都没给朕查到贺兰祠贪污的证据吗？你们倒是说说，朕养你们这一群废物有何用？来人，把这些废物统统拖下去，给朕5马分尸。陛下，不是臣等不查，而是因为贺兰祠这个家伙他太狡猾了，我们根本就抓不到他的马脚。是啊，陛下，求陛下开恩啦！就在这时，陆宝看见地上散落的点心，鲁班氏的小短腿跌跌的走过，挨个捡了起来，然后咕噜咕噜跑走了。哇，这些点心看起来好好吃呀！刚才过去的是个什么东西？回禀皇上，动作太快，奴才也没有看清楚，奴才这就去查看。你是在哪个宫里当差的？知不知道这地方乱闯会掉脑袋的？勾勾，这些都掉地上的啦，陆宝也不过一次嘛。可是这些点心都好香好香的，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第1次见面是在抓鱼，第2次见面就偷吃点心，你这个小胖墩到底是有多爱吃？原来是那个勾勾呀，勾勾，我们又见面了。你还记得朕吗？当然记得啦，因为勾勾骗了我1条鱼的，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你是想让朕赔你1条鱼了吗？真的可以吗？来，你到朕这里来。哇，这个勾勾真的好帅啊！要是我爹爹就好了。那你拿走朕这么多的点心怎么算？朕这里的点心可都是天下最顶级的甜品御厨做的，应该能抵你1条鱼了吧？陆宝一听很不赞成，连忙摇了摇头说道：点心是陆宝捡的，不是勾勾的，勾勾不能赖皮哦。陆宝仰着头说话时吐出的奶香气扑面而来，皇上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果子了，给勾勾吃。你是想用这半颗杏子跟朕换点心吃吗？可以不可以吗？不行的话，我再给你1颗我咬过的。李煜，去御膳房拿2包点心来。是，陛下。李煜很快就拿来了一个精美的食盒，里面的点心香气诱人，陆宝的小脑袋都快钻进食盒子里了。这些都是你的了，开心吗？当然开心了，谢谢勾勾。你把手里的果子都扔了吧，这些果子很难吃的。不行，扔掉，就没有果刺气了。小胖墩，等下，我不是小胖墩，只是酷爱爆炸而已。说着，陆宝就把自己的衣服撩开给皇上展示起来。以后不许在外人面前随便把衣服撩起来，也不许把肚子随便给人看，尤其是男人，知道吗？我知道了。差点忘记了，小胖墩才是个3岁的小孩子，应该不懂这些男女有别。爸爸，我要爸爸。陛下，爸爸就是小孩子要出宫的意思，就让奴才带小丫头去方便一下吧。陆宝点了点小脑袋，并且张开2只小胳膊要另一个勾勾抱。正当李煜窃喜时，终于有机会亲手抱一抱可爱的小胖墩，皇上的眉头也跟着蹙紧了。他当即把小胖墩伸出的手印给收了回来，一本正经的板着脸自己抱着。朕带他去。真是奇怪，陛下对自己的孩子都没这么尽力过。
怎么样，粑粑拉完了没？我还没有拉完，但是我的肚肚又在打雷雷了。好，这就带你去同心店，给你准备一桌子好吃的。等下，我的屁屁还没擦呢。这么多好吃的，这也太幸福了吧！不就一顿吃的，至于开心成这样吗？勾勾，这也太好吃了吧！启禀陛下，太上皇和太后来了。只见太后拉着太上皇，刚下了龙辇就蹿腾着冲进同心殿。孙女呢？该家的孙女呢？参见父皇母后。这就是该家的孙女吗？陆宝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眨了眨，太后感觉自己的心被击中了。这就是传说中香香软软的女孩子，该家的孙女啊！真不愧是该家的孙女，真可怜。乖宝会不会叫皇祖母呀？苏奴，房祖母。陆宝虽然发音不是很标准，但可把太后萌得不要不要的。一旁的太上皇也迫不及待了。乖宝，叫皇祖父听听。房主父。勾勾，肚肚还要刺。皇帝，我孙女怎么管你叫狗狗啊？你们这是什么奇怪的相处方式？他不是拿我当狗，他是拿我当太监了。这怎么能行？你要让哀家的孙女知道你是她的父皇，父女之间怎么能这么犟呢？太后就是想听宝贝孙女叫皇帝父皇。皇上看着陆宝抱着比脸还大的汤碗，尽力掩盖着眼底的惆怅，说道：“朕不是他的父皇。”你说什么呢？哀家好不容易有了个宝贝孙女，你居然还不认？你是想让你父皇和母后睡在你同心殿的大门口不起来了是不是？并非朕不认，只是这小女孩是朕在御花园遇到的，还不知她是哪个宫的，有可能是宫女的孩子。怎么，就算是宫女的孩子，你就不能抢过来吗？再说了，顺产哪有顺手方便？好吃，肉肉好吃的，比喝青菜汤好吃。慢点，没人跟你抢。你以前是都吃不饱吗？以前喝青菜汤吃不饱的，晚上饿醒了就要再吃一个果子才能睡着。不饱我们乖宝就再多吃点，要是没喜欢吃的菜就告诉皇祖母，皇祖母让御膳房给我们乖宝准备好多好吃的。陆宝一听好多好吃的，他高兴地露出小米牙来，张着小嘴，露出粉嫩的小舌头，可眼下却不再吃了。他笨拙地将没吃完的食物都放在面前看，嘴里还嘀咕着起来：“娘亲的，姐姐的。”乖宝啊，是不是菜凉了？还想吃点什么？告诉黄爷爷，黄爷爷去让人准备。陆宝肚肚饱了，这些是带给娘亲的。带给娘亲？怎么越看这小家伙越像他呢？难道这是我和宁妃的孩子吗？启禀陛下，逍遥王求见。他个弯的来找皇帝干嘛？小三皇叔看到萧三，陆宝一个机灵跳下来，朝萧三跑去。太后，你为何这么翘着儿臣？你和我孙女是什么关系？他为何这般喜欢你？萧三一听，觉得自己牛掰坏了，他用脸蛋蹭了蹭陆宝绵绵的小脸。当然是因为小胖墩喜欢我了，是不是啊，小胖墩？对的，稀饭。怎么，萧三，她是你女儿吗？乖宝是萧三的女儿，开什么玩笑？他们哪长得像了？我看乖宝是皇帝的女儿还差不多。太上皇，你眼神好毒啊！乖宝，你愿意让皇帝做你的爹爹吗？啊，放屁！不是放屁，是皇帝。乖宝喜不喜欢让皇帝做你的爹爹啊？皇上的呼吸瞬间凝滞了，他同样紧张地期待陆宝的回答。陆宝顺着太后指的方向看去，就看到了不苟言笑的勾勾。爹爹，要爹爹抱抱。靠，这他们也可以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血缘的力量吗？皇上感觉自己的心在此刻漏跳了一拍，看着陆宝朝他张开的小手，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然后又把孩子抱在怀里，看着皇帝抱着陆宝，太后美滋滋了起来，看着就是比弯三和乖宝在一起要顺眼的多了。爹爹，我好困，带我去睡觉觉吧。好，爹爹这就带你去睡觉觉。第二天皇上醒来，却发现身边陆宝没了踪影，立马召集全皇宫所有兵力寻找陆宝的踪迹。陛下息怒，我们都没有看见陆宝的踪迹。给我使劲找，若是今日找不到，你们的脑袋都别想要了。这时候李玉急匆匆跑进来，立即说道：陛下，奴才找遍了3宫6院，都没有找到陆宝的下落，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冷宫里宁妃那了。那看来这个小胖墩有可能还真是朕的亲生女儿。摆驾去冷宫，朕要亲自找到小胖墩。是皇上。好多花蝴蝶呀！小胖墩，你怎么会在这里？皇兄正到处找你呢。三皇叔，我好喜欢那个粉色的花蝴蝶，我怎么都抓不到，你能帮我抓到吗？这不是小意思吗？看本王的！只见三王爷一个飞身，空手抓住了那只蝴蝶。陆宝高兴的蹦蹦跳跳，可没2秒钟，蝴蝶就不动弹了。花蝴蝶死了，飞不了了，我不喜欢你了。小胖墩，不就是只蝴蝶吗？花园里这不还有好多吗？本王让人给你去捉一筐来便是了。我不管，我就要这一只。都是皇叔的错，你不能哭鼻子哦，哭鼻子就不漂亮了。就在萧三蹲下身哄陆宝的时候，正寻思着如何哄好这个小祖宗，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皇上撞见。皇上顿时护女心切一下涌上心头。你对陆宝做了什么？他为何哭鼻子了？皇兄，你听我解释。你给我走开，别碰我的小宝贝。陆宝，告诉爹爹你怎么了？是谁欺负你了？爹爹现在就给你报仇。
来人，把逍遥王给朕抓起来！只见皇上身边的2个贴身侍卫，一个箭步上前将逍遥王按压跪在地上，疼的那就一个咬牙切齿。爹爹不要，三皇叔是帮我抓蝴蝶的，蝴蝶被捏死了我才哭的。就是呀，皇兄，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好不？没有搞清楚事情就要乱处罚，你太冤枉我了。萧三悻悻地闭上了嘴，再说一遍，怕是他的暴君皇兄真会摘了他的脑袋。这时候，陆宝拿着那只蝴蝶走到大树下，皇上也跟了过来。陆宝是想把蝴蝶给埋起来，想挖个坑是不是？对的，给花蝴蝶安个家。好，朕来帮你。皇上3两下就挖出了一个大小适合的土坑。陆宝手捧着死掉的蝴蝶放了进去之后，把土又全都推了进去。只见蝴蝶又飞起来，这下可把陆宝开心坏了。萧三在一旁哀怨的给自己找存在感起来。皇兄，既然事情都搞清楚了，能不能让你的侍卫把我放开了？这样跪着很痛哎。你敢说刚才的事情和你没关系吗？朕罚你在这里跪到天黑，不过亥时不准起来，给朕好好反省反省。爹爹，三皇叔腿疼。没事，你三皇叔他就是跪着玩玩，一会儿就起来了，不会疼的。陪爹爹去吃饭吧。又有好吃的了，三皇叔你在这慢慢跪着吧。陆宝，你慢点吃，吃完了还有呢。皇上怀里抱着闺女，手里拿着帕子，吃2口就给陆宝擦擦小下巴，带娃的动作简直比奶娘还要专业。爹爹，随嘴里米有了。哈哈，陆宝，爹爹带你去朕的汤沐阁洗洗澡澡，怎么样？好的，爹爹，我已经好久没洗过澡了。酒足饭饱后，皇上抱着陆宝来到汤沐阁。要知道，在皇宫里，这个地方是只有皇上才有资格进入的场所，这也完全证明了皇上对陆宝的宠爱。爹爹，我给你展示一下我在我娘亲肚子里是怎么游泳的。爹爹，你看好了。只见陆宝一个卯足的劲儿跳进温泉池中，尽情展示着自己的狗刨式泳姿。皇上此时也被这温馨的一幕深深带入到童话般世界一样。没想到朕的闺女还会狗刨啊，比爹爹强多了。机灵的陆宝知道爹爹是在夸自己，小手小脚在水里不停，越游越起劲，高兴的咧嘴咯咯笑。从汤沐阁里出来后，陆宝已经躺在龙脸上熟睡了。这时突然门后传来鬼鬼祟祟的脚步声。大胆，是谁在那？给朕滚出来！参见陛下。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埋伏在朕的汤沐阁！说你们有什么目的？在哪个宫里当差的？要是不老实交代，就把你们都送到新者库。陛下饶命，我们家娘娘只是不放心小公主，所以才让我们来看看的。除此之外，奴婢们真的没有多余的念头，还望陛下明察。你们家娘娘是谁？回禀陛下，我们家娘娘是2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宁妃娘娘。这4个字瞬间在皇上脑中炸开，想了想说道：他除了让你们来看陆宝，还有什么别的带给你们的吗？例如求朕解除了他的冷宫封禁。回禀陛下，除了让奴婢们出来看看小陆公主之后，就没别的了。这个愚蠢的女人，连这么好的机会都不懂得把握，难道冷宫她还捉上瘾了不成？你们回去转告你们家娘娘，就说是朕的原话，陆宝在朕的手里，以后由朕亲自管教，都不会回冷宫了，你们可以退下了。香草和芳芳回到冷宫后，宁妃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公主呢？只见香草和芳芳慢慢地红了眼眶，低着头谁也不愿说。你们快说啊，公主去哪里了？娘娘，公主她回不来了。宁妃瞳孔一怔，刹那间没了焦点，眼前一黑昏了过去。第二天一早，陆宝从同心殿起来的时候，皇上已经去上早朝了。公主，奴才是以后伺候您起居的。公主，奴才叫小亨子，是小哈子的哥哥。我的爹爹呢？回小公主的话，陛下去上早朝了，可能要1个时辰之后才会回来。陛下临走之前特意吩咐了小的们，说您醒来之后立刻安排早膳。吃完早膳之后，2个奴才们跟着小公主去了御花园。只见三皇子重眼正靠在假山上睡觉。这里怎么有个死人？本宫的皇儿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扔下娘亲随随便便就走了？你让娘亲后半辈子一个人怎么活啊？此时正做着美梦的三皇子硬生生被华妃摇醒了。娘亲，水走了。好棒哦，哥哥死而复活了，你有戏，你有戏。三皇子循着声看去，只见一个好精致的女孩子正盯着他时，瞬间从地上蹦跳了起来。这是哪里来的妹妹？长得好好看哇！华妃咬牙切齿地磨了磨后槽牙，还不等三皇子和陆宝搭讪，就被华妃一下拧住了耳朵，生拉硬拽着往月河宫走去。娘亲，你轻点啊，儿臣的耳朵都要被你拽掉了。华妃突然意识到刚才自己的行为，然后灵机一动，对陆宝身边2位公公轻声说道：“2位公公，本宫想邀请这个小姑娘去我的月河宫转转，不知道2位公公可否行个方便？”非常抱歉，华妃娘娘，我们是听从陛下的旨意，来带小公主在御花园游玩的，还格外交代了寸步不离，所以奴才不能从命了。那小公主，你愿不愿跟本宫去月河宫玩呢？本宫的月河宫可是有好多美味的点心哟。可以呀，可以呀，我要吃好吃的。陆宝经不住美食的诱惑，一个机灵跳到华妃身边，小手手去拉华妃奢华的裙摆，明亮的眸子炯炯有神。见状，华妃将陆宝带去了月河宫。哥哥气。妹妹是给我的吗？对的，给哥哥的。三皇子兴奋地接过食物，一把塞进了嘴里，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娘亲，儿臣想娶媳妇儿了。华妃喝茶的手顿时僵滞了一下，就看到重颜把陆宝抱起来，
还来不及反应就被重眼抱到了华妃面前。娘亲，你把这个小妹妹给儿臣当媳妇儿吧。这才多会的功夫，你就被这个小狐狸勾走了。你这个小狐狸精，给本宫听好了，本宫不管你遗传了多少你娘的狐妹子本事，总之给本宫记住了，以后离我们萧家的人远点，否则别怪本宫不客气。说着，华妃就从重眼怀里一把将陆宝给夺过来，苏里把他给本宫扔出去。哎呦，娘娘，这可是皇上的心头肉啊！您怎么能说扔就扔啊？本宫还就扔了怎么着？你们要是敢把今天的事情给说出去，看本宫撕不撕烂你们的嘴！撒谎说，姐姐，你可对陆宝做了什么？他怎么看起来很不开心？本宫能对一个小娃娃做什么？我不过是在告诫他，不要学他娘祸乱后宫罢了。他不过是一个3岁的孩子，华妃娘娘这么做未免也太过分了吧？你在后宫怎样我管不着，可有一点你记住了，陆宝你碰不得。告辞。逍遥王把陆宝带到同心殿后，小家伙一直哭着不停，也许是刚才被华妃那些话吓着了，一个劲儿的闹着要找娘亲。乖宝，你怎么了？我想娘亲了，我想抓鱼给娘亲吃。乖宝，你娘亲是谁？她在哪个宫呀？娘亲在冷宫。慌了，乖宝真的是你和宁妃的孩子，是待嫁亲孙女呀。母后，陆宝的确是我和宁妃所生，但宁妃已经被朕打入冷宫，所以朕想把陆宝留在身边亲自抚养。就算你把乖宝接过来，也得要让他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不是？难道你就这么忍心看乖宝哭成这样吗？万一哭坏了身子，哀家绝对不会饶过你。话音一落，皇上满眼心疼地看着陆宝，抱起陆宝就往冷宫走去。皇上一口气生了168个儿，却没有一个女儿。雷霆之怒下，将宁妃打入冷宫。3年后，冷宫荷花池边，一个可爱无比的小奶娃正在抓鱼，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皇上撞见。接上集，皇上抱着陆宝刚到冷宫，前后脚华妃和淑妃也跟了过来，因为知道皇上要解除宁妃禁令，死对头的他们怎能甘心？陛下，宁妃在3年前被钦天监算出命格冲我燕赤王朝的事情，您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您今日解除了宁妃冷宫的禁令，难道就不怕惹怒燕赤王朝的文武百官联您抗议吗？放肆！朕什么时候做事需要你来教了？开朝先祖就定下的规矩，后宫不能议政。你华妃把老祖宗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此刻华妃吓得瑟瑟发抖，在心里恨透了淑妃给她出的馊主意。就在这时，陆宝突然跑到华妃面前，替她向皇上爹爹求情起来，只因上午在月河宫吃了华妃的美餐。爹爹不要凶这个姐姐好不好？她是个好人，还给陆宝吃了鲜活的脆皮烤乳猪，很好吃的。华妃，这次虽然是朕的闺女给你求情，但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且就去后山的池塘去钓鱼吧，记住，一定要钓最大最肥美的，朕会派人监督你的。爹爹抱，要爹爹抱。华妃一头雾水的站了起来，纳闷的抓了抓脑瓜子，她是低估了陆宝在皇上心里的位置。见状，淑妃急中生智说道：姐姐，您就听陛下一言吧。我们和宁妃妹妹毕竟都是在宫里伺候过陛下的，确实不该为了求一时之宠就贸然跑来陛下面前质疑。陛下，求您千万不要怪姐姐，姐姐说到底今日来冷宫大闹，也是因为在乎您吗？算了，你也起来吧。谢陛下。陛下，请求恩准臣妾与姐姐一同去后山钓鱼，毕竟今天的事情也有臣妾的责任，臣妾也理应受罚的。好啊，难得你有这个觉悟，朕准了。谢主隆恩。等华妃和淑妃告退后，皇上轻笑的嘴角才塌了下来，他意味深长的磨了磨精瘦的下巴，吩咐到李煜：李煜，给朕好好查一查今日华妃和淑妃为何会来冷宫的原因，朕只要有用的。是，陛下。陆宝，爹爹还有要事处理，我们该回去了。陛下，陆宝还小，臣妾可否请求陛下能让陆宝留在臣妾这里？陛下什么时候想见的话，再命人随时接走就是。对的对的，我不想和娘亲分开，也不想和爹爹分开。皇上不知道如何回答陆宝，索性直接抱着陆宝转身离开了冷宫。没过1分钟，陆宝屁爹又跑过来，李煜紧跟在身后。宁妃娘娘，陛下让我把小公主给送回来，但是陛下让我转告娘娘一句话。什么话？只见李公公面露赤红，一把岁数了，让他这个老家伙传这种话，也怪让他不好意思的。陛下让我转告娘娘，说小公主住在冷宫的这段期间，不管什么时候都必须开着门，哪怕是半夜陛下睡不着想见小公主了，娘娘也不能说半个不字。什么？半夜也要过来吗？这个时间来是想我还是想陆宝呀？宁妃娘娘，奴才告退了。此时的后山，华妃气冲冲的拿着鱼竿坐在池塘边，淑妃不紧不慢的在走来走去。让本宫钓鱼，怎么不让本宫直接下水去喂鱼呀？这么大的个池子，连个会吐泡泡的都没有，让本宫怎么钓？姐姐，我们差点就把陛下惹怒了，比起惹怒陛下，钓几条鱼算是轻的了。我说妹妹，你刚才特意当着皇上说那些多话，是不是想踩着本宫上位啊？姐姐，你怎么会这么说呢？妹妹今天完全是为了姐姐的安危着想，姐姐好好想想，陛下今天能冒着被文武百官反对的风险亲自去冷宫看望宁妃，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华妃半信半疑，淑妃心里顿时升起了危机感，连忙捂嘴哼唧哭了起来。都是妹妹的错，方才在陛下面前险些让陛下误会了姐姐。行了，别哭了，
本宫又没怪你，这件事也确实是本宫疏忽了宁妃在陛下心里的重要性。你我商讨的计划目前急不来，你还是回去好好想想，怎么能把陛下的心先从冷宫里捞出来再说吧。是，那妹妹就先告退了。说完，淑妃就离开了。突然扑通一声，华妃娘娘一个跟头栽进了池塘里。因为板凳刚才被淑妃动了手脚，岸边的苏玲吓得抖了个机灵，她不会水，只能干着急的在池塘蹦跶的大叫：“娘娘不会水，快来人下水救娘娘啊！”只见月河宫的太监们围着池塘边站了一圈，个个面露为难。苏玲姑娘，小的们也不会水呀。那娘娘怎么办？娘娘，水里的华妃在扑腾一上一下，带着鱼腥味的池水灌满了她整个喉腔。脑袋从水里冒出来的时候，她瞪着岸上几个恨铁不成钢的奴才。你们还有心思聊天？当本宫是死的吗？几个宫女和太监正在岸上急得团团转。苏玲突然被在清澈的水底灵活摆动的小胖身子吸引去了视线。华妃感觉自己身后有一道小小的推力，正把她往岸上推动。她来不及看身后的力道来自哪里，带半个身子趴在了岸上，张嘴吐出了一条在她嘴里神龙摆尾的小鱼苗，头上还顶着凌乱的水草。娘娘，你没事吧？没事，本宫怎么会没事？要不是本宫……华妃白眼直往上翻，指向池塘，突然说道：“爷，本宫刚才是怎么上来的？”跟不上陆宝在水里速度的香草和芳芳气喘吁吁的停在华妃面前行礼道：“参见华妃娘娘。”华妃一看是宁妃的两个宫女，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一想到要被笑话，就怒不可遏地指着香草和芳芳的鼻头训责了起来：“谁让你们两个奴才跟来的？故意想看本宫笑话的是不是？”皇上一口气生了168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女儿。雷霆之怒下，将宁妃打入冷宫。3年后，冷宫荷花池边一个可爱无比的小奶娃正在抓鱼，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皇上撞见。娘娘误会了，奴婢是来寻小公主的。小公主刚刚跳进了水里，奴婢们正到处找呢。你说小公主，你们认为本宫会信你们这种幼稚的说辞吗？这里这么多人，有谁看到你们的小公主了？你们明明是来看本宫笑话的，你们怎么不说话了？是被本宫说中了吧？本宫就知道你们来是有预谋的。一旁的苏玲看不下去了，轻轻扯了扯华妃的衣袖。苏玲没说话，只是伸出了手指，愣愣地指了指华妃刚爬出来的水下。华妃不解地转头看去，正要回神继续教训冷宫的两个婢女时，就看到了清澈的水下灵活的和各种肥美的鱼嬉戏的陆宝。香草看着华妃瞬间变成了干涩的脸色，眼神一转，故意挑起了调调，问道：“娘娘这下相信奴婢们是来寻小公主的了吧？要不是看到小公主把华妃娘娘从水里推了上岸，奴婢们还不知道小公主在哪呢。”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是谁把本宫给推上来的？娘娘，确实是小公主将娘娘从水里推上岸的。正当华妃一脸懵逼，想着要不要给冷宫送典礼什么的道谢时，就听到从水里扑通一声，一颗可爱的圆脑袋探了出来。姐姐，抓到鱼啦！陆宝上岸后正准备和香草离开，华妃硬着头皮说道：“等等，为了让你们知道本宫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今儿个晌午都去本宫的月河宫，本宫会请御膳房做鱼最好的御厨掌勺，报答你们公主救本宫的恩情。”只见陆宝迷糊地眨着小眼睛，转头巴巴地瞧着芳芳求翻译：“小公主，华妃娘娘的意思是想请您吃鱼，而且是最好吃的鱼。”好开心，又可以吃鱼了。可素一条鱼不够吃呀，我再下去抓几条上来。说着，陆宝一个机灵跳进池塘里又抓了起来。华妃转眼成了最大的粉头子，在岸边声嘶力竭地带着大家一起给陆宝喊加油，动静直接飘到了皇上正在处理政务的同心殿。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陛下和太子殿下处理政务的时候交头接耳，你们可知这是要掉脑袋的。公公，您就别吓唬我们了，陛下和太子殿下那么专注，怎么可能会注意到我们哥俩？李公公一想也是，他偷瞄了眼，没注意到他们这边来的陛下，一下来了劲。你们刚才在说什么？给咱家也听听。奴才听人说，小公主正在后山池塘里钓鱼呢，现在自发组织了不少人，都成了小公主粉丝后援会的一份子了。奴才也好想去看小公主抓鱼呀，刚才有上善间的小公公路过，说的可嗨了，还说华妃娘娘都脱了鞋站在岸边上撸起袖子来给小公主喊加油呢。可是真的吗？恨只恨咱家抽不开身，不然怎么能错过这样的场面呢？此时皇上蹙了蹙眉心，显然是被几个人的窃窃私语打扰。你们几个在干什么？陛下冤枉，奴才们哪敢偷懒呀？奴才们刚才是在议论小公主呢。议论小公主什么？说来也给朕听听。李公公眉飞色舞地把后山池塘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皇上，面前的一对奏折瞬间抛诸脑后。真的吗？朕的闺女真有这么厉害啊！给朕准备龙辇，朕要亲自去看小公主。父皇，还有这么多奏折，您不看了吗？等朕回来再说吧。你且自行离去，不必等朕。太子拳头重重砸在桌面上，气冲冲说道：“一个小姑娘竟能让父皇舍下朝政大事与不顾去看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抓鱼，真是昏君。”待皇上到达后，岸边上早已没了刚才一片热闹的场景。李公公捉了一个还未离去的小太监，问道：“你可知刚才在这里的小公主现在在何处？”回禀陛下，小公主方才被华妃带着去冷宫了。怎么又去冷宫了？百家去冷宫，朕倒要看看这个华妃想搞什么花样出来。片刻后，皇上刚迈进冷宫院子，就传来华妃的声音：“给本宫用力拍。”
你们几个没吃饭是不是？往死里摔，不用怜惜。天哪，这华妃娘娘未免也太狠毒了吧！居然要把小公主往死里摔！华妃，把朕的闺女给朕放下，朕饶你不死。看见皇上后，陆宝从华妃身上下来，扭着小身子噔噔噔的跑来，扑了个奶香，仰着看不见的脖子，奶乎乎的叫道：“是爹爹！”陆宝，告诉爹爹，华妃刚才是怎么欺负你的？伤到哪儿了没？陆宝小手指指着那堆燃烧的火堆，眼里放着光。吃鱼鱼。什么吃鱼鱼？就知道吃，快告诉爹爹有没有受伤。华妃抹了把汗，心里翻了无数个白眼。陛下，臣妾。你给朕闭刚！华妃话说到一半，就看见皇上把一门心思在陆宝身上找淤青和伤口，甚至夸张到拎着陆宝的小脚，倒立过来还抖了好几下。爹爹，这样好好玩，我还要。华妃，你作为后宫妃嫔们仅次于皇后的表率，没想到心肠竟如此歹毒，竟把朕的闺女往死里摔，你说你可知罪？宁妃闻声从冷宫的后院里走了出来，手里抱了2捆柴火。一瞧见当下形势，她脸上的表情和华妃是一样猛的。臣妾参见陛下，敢问陛下何意？为何误会姐姐？朕误会她，要不是朕及时赶到，恐怕朕的闺女都死在这个歹毒的女人手中了。你这个娘亲到底是怎么当的？闺女都被人欺负了，还有心思砍柴烧火？陛下，您能否听臣妾一言？朕让你说话了吗？陛下，姐姐和陆宝今日抓了不少肥美的大鱼，我们今天中午准备吃全鱼宴的。是啊，陛下。那刚才说要把朕的闺女往死里摔是怎么回事？你最好给朕解释清楚。陛下，臣妾说的是把鱼肉往死里摔，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吃撒尿鱼丸，多摔打摔打有嚼劲呀。那使劲拍又是怎么回事？也是为了吃鱼丸吗？回陛下，姐姐说的是拍打鱼片，因为陆宝还小吃不了辣，所以我们便决定要吃番茄火锅。对的，爹爹，我都开始流哈喇子了。陛下，我们好像错怪华妃娘娘了。朕早就知道了，还用得着你说？二位娘娘，其实陛下今天来是想和大家一起吃全鱼宴的，只不过觉得气氛有点单调，刻意和大家开了个玩笑罢了。对，是啊，陛下的玩笑可差点把臣妾的小命给开没了。这个全鱼宴好美好啊，朕都快饿死了。宁妃和华妃看穿了皇上脸上的羞涩，同时抿唇偷笑了声。识相的没有拆穿，皇上一口气生了168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女儿。雷霆之怒下，将宁妃打入冷宫。3年后，冷宫荷花池边一个可爱无比的小奶娃正在抓鱼，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皇上撞见。接上集，这些天皇上几乎每天都会往冷宫跑，这件事已成了众所周知的秘密。今天皇上借由消食的借口，抱着陆宝与宁妃来御花园遛弯。陆宝一看见池塘就眼神就亮了。爹爹娘亲，是鱼。有朕养着你们母女俩，还要什么鱼？陆宝以后不许下水去抓了，如果想吃的话，就让华妃去抓。反正他已经有经验了。宁妃本来想替华妃说2句的，但眼神一瞥到身边的皇上，到了嘴边的话就尽数吞入了腹中。同样夜晚只能和淑妃夜游御花园的华妃，毫无征兆的打了2个喷嚏。该死，是谁在背后说本宫的坏话？莫不是宁妃妹妹还记恨前几日我们不打一声招呼就前去冷宫的事情吗？你是真想一出是一出。对了，姐姐，过几日便是1年1度的金瓜大会了，到时太后会除了陛下和皇后之外，在后宫3000的嫔妃中选出和她当夜同游护城河、与民同乐的唯一人选。不知道姐姐有没有这个信心？同游护城河有什么好的？光有个御花园就把本宫冻得够呛了，本宫乏了，我先走了。华妃和婢女苏玲离开后，下个花园路口就看这一幕。娘娘，你快看，靠在陛下肩上的是不是小公主啊？快走，我们过去瞧瞧，打个招呼。苏玲一头雾水的跟在身后，华妃立即向皇上行礼起来。只见陆宝靠在皇上肩膀上，有点犯困，睁着朦胧的睡眼，挥了挥爪爪对华妃打招呼道：“参见华妃娘娘。”陛下，你们一家3口是在夜游吗？华妃就是有眼力劲，这都被你发现了。太好了，陛下，臣妾突然也非常想夜游的很呐，我挺喜欢你们一家3口的，要不我们4个在一起吧？就这样，华妃夹在皇上和宁妃中间，一家5口继续夜游了起来。跟在后面的李公公一头雾水，好奇着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组合。陛下，不如臣妾给你们一家3口取个名字吧。吉祥3宝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特别温馨有爱？妹妹，你觉得姐姐这个提议怎么样？正当一家3口不知所措时，跟在后面的李公公当即觉察，草丛里突然传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是谁在那？还不赶紧给朕滚出来，否则就以惊扰圣驾治罪处置。哎妈，蹲在草丛里偷看的孙女还被当成刺客发现了，真怪不好意思的。奴才参见太上皇、太后娘娘。参见。太上皇和太后立马传来了洪亮的笑声，把皇上乱七八糟的推到了一边，然后2个人捧着宝贝孙女可劲的亲。救命呀！你们是不是吃了大蒜没刷牙？